谁说未来的人智商高？不，未来被弱智统治了。如果你够聪明，那么恭喜你，你可能被送进监狱。蠢蛋进化论，故事开始于聪明人不想生孩子，但低智商的人就一直生，直到500年后，全世界被低智商的人控制，垃圾堆积成山，男主就被这片垃圾山掩埋。故事很扯，但3个字，笑就完了。这天垃圾山雪崩带来了冬眠舱里的男主，舱门开启，刚爬出来的男主还在蒙圈中，弱智房主竟在淡定看电视，你也太淡定了吧！男主巴拉巴拉个没完，找什么军事基地？弱智男怒了，闭嘴，不要打扰我看电视。说罢，一把男主推了出去。就这智商，家里还能有电视，我服。男主继续蒙圈，正好看到一家医院，于是进去检查身体状况。这医生，你是猴子派来的吧？医生让男主把测试笔放嘴里，还有一根放后面。男主犹豫，弱智们就逼他快点，于是男主就放了。但是机器警报，不对，得换过来。医生一通乱换，来，这个放嘴里。做完检查，我吐了。接着又来了个医师，你是玩篮球的吧？医师要男主扫条形码，就是手上这个。男主没有，根本没在听，因为他看到杂志上的时间2505，也就是说他被军方冻结了500年。男主拉开窗帘一看，还检查个屁呀！我要报警。结果男主没报警，警察反而来抓他，因为那个条形码相当于身份证。男主发现还有一个冬眠舱被打开，看来还有一个500年前的人。就这样，男主被打上条形码后进了监狱。男主刚来到未来就被送进监狱，他想越狱，但你绝对猜不到他怎么做。他和狱警说：“打扰，按理说今天我应该被放出去。”狱警一巴掌，傻叉，去那边排队。没错，未来世界连狱警都是弱智，我蒙圈了，好吧，这都行。画面一转，另一个500年前的人饿得发慌，但你绝对猜不到他怎么挣钱。这个弱智想泡女主，女主在打电话叫他稍微等等，弱智就说可以的，为你怎么等都行。女主灵机一动，等我1天呢？弱智男2天都行。女主等待也要按小时收费的好吧？就这样，弱智男开始付费。哎，男人真傻。另一边，男主要找时间旅行机器，弱智男说时间旅行机器有，很久前聪明人造的，你给我钱我就带你去。男主信了，但你绝对猜不到他怎么付钱。男主说你带我去，我回到过去给你在银行开个账户，然后存钱进去，500年后就值几十亿了。不行，我要300亿。OK， 说定了。时间机器花了200亿，这样减还有多少？男主继续不当人，300亿减200亿是800亿。年轻人注意哈，伍德警告。弱智还真信了。这时警察敲门，两人赶紧逃。而另一边，排队男已经排了3天。兄弟，你太可怜了。男主刚好从旁边经过，一眼就认出女主，拉上他就跑。原来500年前两人一起参加军方秘密实验，不久车就停下，没油了。3人赶紧躲一边。突然，隔天男主就被抓了。男主被带到白宫，因为机器给他打条形码的时候，测出他是最聪明的人。总统要任命他当内政部长。总统登场，总统给男主安排了新闻发布会，总统演唱会。就这样子，男主成了内政部长。第一件事，解决土地种不出植物。男主也蒙圈了，500年前他也不是种地的，只好忽悠这些人帮他找女主。没想到转眼女主就被押送到，女主也不懂，只好假装视察。突然男主被灌溉液体喷了一身，绿绿软软的，很贴心，还可以喝。男主发现了问题，叫他们改用水。好说歹说，科学解释。这群人坚持认为饮料有电解质，要用饮料。男主只好假装跟植物沟通，说植物跟他说要用水。终于种子得到水的灌溉，但隔天男主就被愤怒的人群堵了，因为饮料公司股票跌到0，这些股民疯了。就这样子，男主又进了监狱。处决过程还挺好玩，就像眼前这个人一样，人机大战。一辆坦克慢慢开出，男主被强制和坦克决斗，说我的呢？这是男主的。男主无奈，伍德警告他。人群欢呼，男主只能开着小车迎战。与此同时，女主看到外面的玫瑰花开了，男主的方法果然管用。女主拉上弱智男去救男主。这边决斗开始，第一回合冲过，男主玻璃都没了，决斗个屁呀！坦克左右包抄，但被秀撞在一起。另一边，女主想把农场画面直播出去，开始哄智障。大屏幕故障了，真把我当智障啊！不动。女主无奈，那边有美女，智障立马起立，果然男人。这边男主东躲西藏，都快到叙利亚战场了。就在危机时刻，男主看到了挂在半空的话筒，他拿起话筒说：“助手，先让我说完。”说呗。男人开始演讲，
讲，可谓苦口婆心。庄家真的需要用水来灌溉，而不是饮药。他很想帮未来的人解决种不出庄稼的难题，但纵观历史，这样的患者实在太多了。他们不一定是智障，但他们自私自利。正是这种只顾眼前小集团利益的自私自利，把别人的良言当笑料，逼死一个个像男主这样想要救世的人。最终，未来的人类全都成了智障患者。千钧一发之际，女主将庄稼的幼苗画面转播了出去，一颗颗幼苗是希望，总有那么些人冒着生命危险给世界以希望。男主就是这样的人。终于，事实唤醒了第一个人，他跳出来帮男主。总统拿到话筒说他是对的。后来，男主被任命为副总统，他并不想当，他想回到500年前，但这群智障人类居然要照搬灌溉庄稼的办法来解决核污染。其他人附和，好主意。好个屁啊！男主决定不走了。故事的最后，男主发现时光旅行器就是个游乐场玩具。果然，当一个傻瓜骗人的时候，高智商也会上当。男主没回去，成了美国总统。